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邀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台北市议员简舒培，大家好；前民众党中央委员张义山，五哥好，大家好；时事评论周伟航老师，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张思刚，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邱明玉，五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黄明。大家晚安。好，那就在昨天，那蓝白阵营之间，蓝白合那两个主席会面以后，喊着震天大响，未来2026、2028是不是真的胜券在握呢？对各阵营来讲，各自隐忧会是什么？对蓝营来讲的话，意识形态的东西，当郑丽文主席10月1号上任，一直到现在，包括邱记无实的一件事情，然后一直到现在，中间所有这些，会不会在未来选战的时候会碰到的，就是绿营势必会把票投谁支持郑丽文胜获。是不是等于一国两区啊？类似这些词全部都拿出来，这对蓝营来讲的话，那就算再怎么样和意识形态如果卡在那个地方，2026、2028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那对绿营来讲的话，当然如果是面对蓝白真的和的话，那个票数上面是不是会居于劣势？那白营呢？白营今天真正让大家感觉的是柯文哲是不是重出江湖了呢？12月，那据说有一些影片，然后包括他在羁押期间读的一些书的东西，是不是慢慢影片会出来？甚或媒体上讲说有白营人士，我也不知道这位白营人士是谁，好不好？因为直接讲说柯文哲大于白营，白营大于黄国昌。哎，不是，你们这句话一出来，那大家还跟黄国昌谈什么呢？那2月1号又没有立委身份，那未来到底会面临怎么样？好，那尤其是另外一个，就是对于不管是黄国昌主席或者阿管这些，在过程当中，是不是对于他们来说，流量最重要的几个人都会面临到有一些司法上的一些的争议的时候，那未来又该民意要自保以外，还要再继续推动，不管党务或所有这些嘛，都是大家在讲区域政治上面，日本高市早苗的一段话，然后中日之间关系降到了冰点，看起来那个争议还在往上升温当中。那为什么老共这次态势要摆得这么强？那目的杀鸡儆猴吗？目的是让高市早苗在一开始当了首相的时候，就直接让你立足不稳吗？甚或中共官媒已经直接放话道歉下台。你想想看，对日本人来讲的话，你凭什么讲叫我们的首相下台？这些双方关系如果越弄越僵，未来这整个区域政治又会是怎么样？财划法关系到全民，中央跟地方之间那个钱到底该怎么算？好，不过一开始先直接看，来一站。如果真的讲的话，意识形态的东西对蓝营来讲的话，从郑丽文主席上台一直到现在，那光拿一个蓝白合就会把意识形态这些全部都已经打掉了吗？因为这件事情牵扯到选战的时候。绿一定不会忘记这件事吧？你不想起来，他也会帮你想起来。譬如说，大家现在看到一件事，何英路，就是他的那段影片是让所有人都觉得哇哦，可以讲到这个样子了。你如果把它遮住的话，你真的会觉得他应该是中国共产党的某一个我不知道什么样的身份的官员啦，或什么这些。因为他讲的话感觉上就是这个样。没错。但问题是，国民党很快郑丽文停权。但停权以后，他申诉完以后说，既然申诉了，那还是保有中常委资格。所有这一些对他们来讲的话，未来都会有影响吗？对，何英路哦，这个叫做郑丽文主席啊，星光上任3把火，借何英路向上人头一用啊。因为国民党包含郑丽文主席祭拜无实的事件，包含张荣恭、萧旭成连续去中国，包含张荣恭讲说啊，跟国台办的那个讲说我们都是中国人嘛。那萧旭成讲的一国两区啊，还有马英九、洪秀柱在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这个立场上。站在跟中国同样立场的一个方向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看到整个国民党的两岸路线就是往中共靠拢嘛。从过去的亲美友日和中，这林涛最喜欢讲的，现在变成联俄容共仇日抗美啊。这个路线如果继续走下去，那国民党年底不用选了，所以应该内部有很大的压力，说何英路的言论是压垮最后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嘛，所以必须借何英路的向上人头一用嘛，因为敢开除郑丽文嘛，敢开除萧旭成嘛，敢惩罚张荣恭、马英九、洪秀柱这些人都没办法处理嘛，国民党考纪会不敢处理这些领导嘛，这些干部。只好借你何英路的向上人头一用嘛，所以处理了何英路，就是说我们没有，我们路线还是维持过去国民党路线，何英路我们砍掉了哦，大家基层就不要再反弹了。但是要砍也砍干净一点啊！何英路今天申诉了，申诉说我跟中常委申诉，我的言论又没有超过你们这些人的言论。我也没说要武统，是我也没有说要武统，我也是说要和平统一吗？啊，你现在郑丽文当选之后，你跟习近平的贺函不是说我们两党要共同推进统一的进程吗？
那我不是服膺你郑丽文主席的意志吗？你为什么开除我？所以他当然跟中常会申诉啊，中常会也说啊，那申诉过啊，就通过他的申诉，然后考纪会就不开除了啊，不停权了，没有开除了，停权就不停权了，表示国民党内部有2种不同的声音嘛，基层反弹何英路的声音说，你们如果任由这样的言论继续下去，我们年底议员都不用选了啊，我们对面啊那个张思刚大概压力也很大啊，但是有一派的声音说，有一派的声音说，那个议员怎么我们要大声的讲出来，就像那个郑丽文说的，我们要大声讲出来，我们就是中国人嘛，我们要大声的让台湾人都认同我们是中国人嘛。那另外一派的声音是这个啊，所以变成2派的声音在中常会里面的角力，就让何英路的案子无疾而终了嘛。就讲白一点，就是借向上人头一用，但是呢，轻轻放下，高高举起，轻轻放下，他的人头还是他的身体上面嘛。所以整个国民党，我觉得这件事情代表了国民党的两岸路线啊。他们如果再不去重整年底会有很多议员啊，那国民党的那个扛棒啊，那个招牌啊，不敢拿出来用啊，干脆我用无党籍选啊，或者我即使是国民党提名的，我干脆看板上面不会写中国国民党提名，因为这些东西都已经严重影响到民众对于中国国民党的形象上面的判断嘛。那年底县市长选举的时候，大量的被释放出来说投给谁谁谁，投给李四川就是投给郑丽文，那李四川可能民调要掉3%、掉5%哦。这上一次用这一招是什么时候？就是2014年马英九推动所谓的两岸和那个服贸协议的时候，所有的民进党的候选人全部大量贴出投给谁谁谁，就是支持马英九嘛。结果让国民党在县市长那一年就大幅的翻盘嘛，民进党大胜嘛。2014年民进党在县市长是大胜的就是因为马英九努力推动服贸的原因，引发了太阳花学运之后，然后所有的县市长大败嘛，议员也很多人落马，中箭落马，这些都是会让国民党的现在明年面对2026年选举，虽然是地方选举，但是如果中央的路线，国民党中央的路线继续朝着郑丽文所谓联俄容共仇日抗美的路线继续走下去的话，那基层一定会有相当大的反弹。舒北会不会担心？就有人会质疑说，中国大陆会用，譬如送到他们会用所谓的以台制台，就是打你。真的，如果要打，那第一个引起国际之间大家一个纷扰，因为包括美国被介入。然后，但是有人说打不如用买的，或是不如用其他的封锁，或者用渗透，让你慢慢温水煮青蛙。有人担心会用这样一些的模式，所以尤其绿营会很担心像这样。那郑丽文主席上台以后，你们觉得蓝营的那个所有的，包括两岸之间的政策，真的就是朝这样走吗？这个郑丽文主席上台之后，确实他的这个红统的路线是越来越激进嘛，所以包含他去祭拜无实共谍这一件事情，其实不止民进党或者是社会对于他大有批评嘛，连国民党内部很多人都觉得这个以后怎么讲，包含这个蒋万安都讲得很保守啊，讲了说这个我们应该要去祭拜保护中华民国的人，但是中华民国现在国民党去跟中国谈的时候都忘记这一件事情啊，包含萧旭岑副主席嘛，这个萧旭岑现在主张台湾跟中国的关系叫做一国两区。大家想要问萧旭岑的是一国是哪一国？两区是宪法没有错，但是大家对于中国国民党现在最大的质疑是在面对中国的时候，他们的一国根本讲不出来是中华民国嘛，他们就完全的忽略这件事情去配合中国，所以这是完全大家担心的。那你说现在何英路是不是跟随着这个党主席上任之后，因为郑丽文，因为这个萧旭岑的这个红统路线，所以导致这个完全本来像刚刚思刚被问到何英路的时候，他就说他是谁？对，他是谁？但他现在敢大声的出来讲说，我支持统一。我真的不认识。对你不认识他，可是他是我本党中常委。对，可是他居然就这样跑出来，然后多次的在抖音上面拍直播，然后导致国民党居然就把他送党纪，要开除他的这个中常委的身份，甚至要处理到他的党籍。他现在停权嘛，对不对？对，他停权嘛。那他有要申诉嘛？然后他昨天在国民党前面开记者会的时候，国民党还派了一个人出来劝导他，劝导了8分钟嘛，他就说到底有什么不行，对不对？那我要讲他说都是你们的。
都是我们，都是民进党在操纵舆论。对，可是他也才害他这样。可是他也骂马英九啊，骂马英九没有用啊。他说这个马英九很没有用啊，虽然说他讲的是实话，但他只是开玩笑的这样子。那我要讲的是说，连何英禄这样子的一个中常委，过去只是党内开会的时候才会有角色的人，他都认为在这个时间，他可以出来主张他的这个国家统一的这个路线，但虽然我不知道何英禄主张统一跟这个国民党，包含我刚刚讲的萧旭成或者是郑丽文有什么样的不同，但他却要被处分，就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奇怪哦。那中国对台湾如刚刚这个吴哥所说的，他可能觉得用武统台湾这一件事情导致的这个整个全球的风波可能会太大，所以他借由所谓的这个这种用这个他能够熟悉的这个管道来影响台湾的政治包含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最质疑的就是在去年这个2月1号立法院这个国民党的傅崐萁总召上任之后，他带了20几个立法委员到了中国去拜见了这个中国高层之后，回来之后的一些乱台法案，就让台湾的内政这个乱。然后就影响到这个执政党或者是民进党政府的执政，借由是赚取什么？赚取的就是中国跟国民党的利益。就让台湾的内政这个乱。然后就影响到这个执政党或者是民进党政府的执政，借由是赚取什么？赚取的就是中国跟国民党的利益。那这到底在配合谁？这个当然就是大家的质疑嘛。那这个郑丽文上任之后又更进一步，那这一些的让台湾混乱的这样子的一个作为，当然是让中国来影响台湾其实是更容易。那我觉得这一件事情其实是郑丽文上任之后大家会担心的，但这件事情到底对于刚刚讲的这个选举的事情会不会有影响？我觉得当然会啊。你看那个马英九在这个最后任期的时候，大家那时候民进党只要做票投某某某，就是支持马英九。那时候还那个国民党的候选人还去告，对不对？那如果郑丽文继续用这样的路线走下去，在明年的选举这个议员不一定会有影响，因为议员的选这个得票数只要5%，在该选区的3%到5%就当选，这影响不会太大。但是如果县市长就直接做出这样子的连结的话，那对于这个基本盘五波的这个地方来讲，难道不会有影响吗？我觉得影响当然会非常大。对，是刚刚我们就直接讲，现在对蓝营来讲的话，那最有利一个利器是，如果蓝白合的话，这是数字来算。6成4成嘛，大家都这样算，对不对？但是对你们来讲的话，刚才两位包括那13跟苏北都讲，光算那个票数，大家都来算票数啊。如果要是真的这样的一个意识形态，一直不断的被绿营拿来发酵，一直不断就票投谁，然后就是甚或等于支持1国2区，类似这些，会不会在票数上也会受到影响？这就一正一负之间，或是说这样的一些言论，从郑玉文主席到何英禄这些。那会不会对你们在未来真的产生一些困扰？我讲何英禄的事情，然后因为党中央就做的速度很快，很快就做处置了。其实坦白讲，我算是从政党员吧，是对啊，基本上也是第一线从政党员，对，就基本上每天这边出生入死赴汤蹈火。那何英禄是谁？坦白说，发生这件事情，我才知道这个人是本党中常委，他是中常委，对 ，OK， 所以就说其实这一类的言论也许我也不知道他过去在政治上或在公共事上怎么参与，那他这样言论也许就会被过分的放大。但是我认为这样的处置是应该的，是应该的，而且要处置很快。纵使是希望是两岸和平对话，这也是大家所愿意看到的。但没有说两岸要统一，这是完全是不同的界限哦。我跟你对话保持友好，不代表我跟你成为马上变成开同一个门，开同一扇门，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所以其实很多的时候会把这个事情故意去做混淆，就是说两岸和平对话就是明天就要统一，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所以不要把这个事情再去做一些故意的混淆。那第二个，我想刚才讲说什么乱台法案啊，我记得普发1万的时候，民进党有位立法委员叫做沈伯洋，他说普发1万呢是蓝白呢要为了穷台，用这个非常
北京的统战用语哈，穷台发1万，然后这个把台湾的财政掏空。但现在还有民进党的立法委员，现在还去成立什么普发1万的这个服务站呢？教大家怎么样普发只要领了1万块，好像变成是民进党自己的功劳。OK， 那我想去年大罢免全面的否决，也否决了民进党对于国民党跟民众党这些政治指控。我想这部分就结束，就翻页了。我想舒培就翻页了。如果再往那边讲话，就没意思了。你还有其他部分啊，你包含扩权啊，包含让我们的限数法。那 OK， 那你们去大罢免的时候，都拿做宣传啊，就民众告诉你 no 啦。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就翻页了。我想这个事情如果再去往回去算账的话，我觉得对民意来说讨不到便宜。那第三个，我想两党的之间如果要合作的话，我觉得彼此都要做调整。不只是国民党要做调整，民众党也要做调整。要不要调整？我觉得两边都要做调整，包括对于个人的喜好问题。比如说有的人就觉得说，特别不喜欢某某某，或是喜欢某某某。你如果说两党要去做些合作的话，要对彼此那些大家过去视为看不太顺眼的这些部分，就要放下。就要放下。然后再来，因为明年的是基本上是在一些地方县市首长这个部分会有合作的空间，但我觉得议员的部分，大家就各凭过去的得票实力来去做一些提名。OK， 那像民众党在台北市这边基本上已经完成了大部分的提名，它就是一区一个，基本上还算是就符合他的实力啦，他也没有说太过扩张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我觉得在一个单一席次的部分，我觉得包括民调。整合等等，我觉得都是未来必走的路。但是在这多席次的议员方面，我觉得大概就是各凭过去的一些实力来去做提名。OK， 我想如果真的这样讲的话，那郑丽文直接讲国共要和解。还记不记得高市早苗这一次那引起那老共跟那个日本之间这么大的一些的争执的时候，就是因为沿袭安倍那个所谓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嘛。OK， 类似像这样。那郑丽文就跟你讲。谁说一定是这样描述？他也类似概念，但他说法是台湾没事，日本当然就没事。所以台湾没事，所以国共要和解嘛。所以他就直接跟你讲，国共直接要和解，那就可以啦，就不会再有这一些纷扰。只是这个和解是怎么和解？那绿营的看法跟蓝营的看法恐怕看法会不太一样。这个和解的艺术就非常非常深咯。这也牵扯到为什么刚刚讲何一路的言论，连蓝营的很多人都没有办法接受。好了，我在讲，我们没有在节目里面放他整个那个影片的内容。如果要影片内容放出来，我个人觉得反弹最大的应该是国民党员，应该不是其他阵营的人，因为那个从头到尾，如果你看过那个影片的内容，我就讲，那你真的觉得他就是跟着毛泽东的共产党员讲出来的话，他不应该是国民党的党员讲出来的话。如果你看了那个内容的那个感觉，因为那天那个何伯文直接把他那个讲的话一字不漏的念给大家听，那听出来感觉就是这个样子啊。那但是对郑丽文现在就跟你讲，国共和解。你听这个词也觉得没有什么的，国共之间要和解，大家要对谈，大家不要对抗，类似这些，只是那个底线怎么拿捏，大家看法不一样。这当然了哈，郑丽文他讲国共和解是在抗日活动中就不免有点哪壶不开提哪壶嘛，因为现在日中关系嘛，正是搅在一起的时刻，你跑去一个抗日的场合。就已经会让人家有一点解读，你还在一个抗日的场合去抛一个国共，还不是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还不是自由地区与大陆，还不是什么宪法征用条文，也不是两岸人民关系是你国共的事。你讲国共和解，当然大家第一个问题说难道国共还没和解吗？对，你们不是看起来很好吗？所以你还要再释出什么善意？你要做什么？与其抛名词还不如拿出具体的方案。这话也不是我讲的，与其在意识形态打转不如立下目标这黄国昌讲的嘛，你告诉我到底怎么做嘛。好，那当然了从郑丽文今天抛出来他在这样子抗日的场合抛出这样子的话，实际上不管是就民进党这边的解读，或就其他的角度啦其他政党解读就是实际上还是想要站在亲中的主旋律。去讲出后面的话，希望中国可以给我一些正面回应，所以大多数人的解读都说，郑丽文是不是接下来要带一些伴手礼去中国，来促进进一步的实质的会谈？也有人说对习近平抛出友善的这个讯息，这是一个。
但是我们刚才也提到这个何英路了就是其实很多国民党人不知道他是中常委，妙就妙在这个时光要倒流回去，他当选中常委的那一刻，他是票选中常委，不是指定中常委。在那一届的票选中常委，很多人都不知道，尤其是国民党人都不知道，因为国民党的中常委就不太重要，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那当年应选30席，实际上完成报名27席。然后呢，何英路就是第27名当选的，也就是他自己投自己就当选了，所以他就只是因为是作为中央委员，然后有去报名，然后有通过报名资格审核，然后他投自己一票，于是成为要交50万。不是，各位你。不是讲这个就有年份了。你说国民党以前中常委有多大？很大，各位跑立法院跑国民党的人都知道。对，问思纲以前国民党的中常委有多大？对。然后国民党的一个主发会，国民党的一个什么样的会有多大，大家都知道。现在为什么30席只有27个人，然后自己一个人就可以当选？没有资源啊。那是朱立伦时代，朱立伦时代的，他的朱立伦还特别位置出来解释说，我们资格审查比较严谨请大家不要忘了，他有删掉3个人，导致不择到位去报名，是不是？对，那当时的解释是这样啦。不过你们这个中常委缴的比你的责任人还要多，他缴50万他缴50万是。对，但是重点就是在于说，现在还真的是有一些技术上的影响，你要注意因为。这个就是纪律委员会把他开除，就是去停他的权，然后他进中常会，中常会说这会侵害到他中央委员的权利因为他也是中央委员，他即使不是中常，他也是中央委员嘛，他会侵害到中央委员的权利，所以打回考纪会继续再来讨论。好，所以他至少中央委员那一个是有党代表选出来，就层层叠叠嘛党代表你会说哇，他又是怎么选到中央委员呢？因为一个党代表可以投100多票，因为中央委员应选190席嘛所以国民党大家都知道，党代表会有换票联盟，你加入换票联盟就有机会当选中央委员。好，所以这个人到底是什么蹦出来的大家一时之间还真的不知道。但我想，我大概是国内媒体算的比较早，在这段节目上提到他，因为他有去参加93阅兵当时他就去了 ，OK， 所以他是极少数国民党内的人可以有去参加93阅兵，然后有能够上观礼台的这样子，所以他那个时候就有指标意义了。现在有这些话不意外，重点是考纪会的处理，因为大家知道现在考纪会是张亚平嘛那他也算是。这个我也是认识他30年，从以前在台大的时候就已经跟他很熟，就国民党的学长，他也介绍我进马英九竞选总部，这样早期就是做组织的了，人头很熟的，大家也说把他视为马戏这样子。但重点在于说，张亚平也是起起落落很多，他知道什么事情会出事啊。他知道什么事情会出事啊，所以据传考纪会是没有这个提案，他直接把它提了，提了之后就办了之后，没想到中常会打回来。重点就是在于中常会把这个又打回考纪会，考纪会他有政治圣旨，知道这个问题，他主动去办了，中常会又打回来，所以就是这些来来去去的动作，会让你国民党人家会解读国民党说。你是不是刻意要留这一条线，留这一条生路？因为主席自己讲出来的话，让人觉得轻松。你中常会的处理，让人家觉得，是不是要饶他一命？是不是要大事化小？加上党团今天要开记者会，我们然后有提到，就是说，陆配参政权他们要去把陆配参政权那国际法的部分砍掉，让陆配不受到国际法的拘束。这个其实是可以讨论，可是你这种东西同时丢出来。会不会太重叠？会不会让人觉得说郑丽文呢一开始就是上来要大展拳脚了，其实可能跟他毫无关系，都是其他底下人去凑起来。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其实真的跟外在的民进党没有什么关系，真的就是国民党自己的所作所为，内部的一些政策上面的判断，是不是在大罢免之后开始就觉得好像是一路绿灯？那一路这样绿下去。原来应该要有，包括讨论总预算可能没讨论，最后都在讨论意识形态的问题。大家要回头去想，黄国昌的就是意识形态的问题，1国2区的问题，
这个东西可不可以不要碰？你直接定目标出来，连黄国昌都意识到可能会有问题了。国民党要不要收回去自己整队？我觉得这可能是国民党目前比较需要思考的。好，杨明，我们就直接这样讲。如果从大罢免以下，那对蓝营来讲的话，蓝白合间是一路开了绿灯吗？那再加上昨天两党主席的碰面，那以大家那具体的数字算起来，好像感觉上会无往不利。可是刚刚讲那件事情，第一个合一路这件事情牵扯到意识形态的东西，非常明显。然后刚才那伟航老师讲那个，又把它落实到两岸之间，譬如说，那天我在节目讲过，你看起来它是一个个案，就是花莲的一个村长，因为他是有陆配的身份，然后结果后来因为他没有放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所以呢，那被乡公所拿掉以后呢，他就打诉愿，花莲县政府呢就直接说撤销原处分。那大家就看内政部就跳出来说话了，国际法说我解释，那蓝营就干脆如果这样的话，那一样修法，就把这些判。这些就已变成在我们国内来讲的话，这些两岸之间的关系，包括意识形态，所有这些东西，在国内就会变得这么纷纷扰扰的吗？第一个我觉得我们要把这个道理要理清楚。现在有2个因为陆配参政被解职的案例，一个诉愿没有通过，是南投的这个石雪燕他是前议员啦，然后呢，那个内政部解职，然后呢，花莲的邓万华诉愿通过。奇怪，同样的样态为什么会有诉愿不同啊？我来解释给大家听。因为南投这个案子呢，县级的是由内政部解职，而这个花莲的邓万华呢，是由富里乡公所。他的层级是乡公所解职，所以诉愿的对象就不同了。石雪燕是跟内政部诉愿，你看刘世芳都讲了嘛，没有解释空间，所以内政部怎么可能让你诉愿通过呢？好，所以他去打行政诉讼。好，那这个邓万华他的诉愿对象叫花莲县政府，那花莲县政府 OK， 这个没问题。所以我说这个其实真的，我觉得这个当然最后可能还是要看司法的这个处境。那国民党立委今天他们说一个叫什么防小人条款，那当然第一个还没看到那个条文出来，OK， 还没有版本，就是说他们现在是一个概念，但不会是应该是这样讲，他们的意思是说，陆配的参政是规范在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所以呢，这个因为国际法里面规定的是说，你当选民选公职之后呢，要在1年内放弃原国籍的部分。可是那一条的前提是说你是兼具外国国籍者。好，这时候就碰到一个我们中华民国宪法或者说这个两岸关系里面最大的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两岸是不是两国？就是不是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是我国法律规范里面定义的外国？好。这个题目在刘世芳口中当然没问题，这就是外国。可是今天比如说像为什么邓万华诉愿可以通过？因为有人的解读就完全不一样。是啊，甚至这个小武哥你是学法律的，我们都很清楚，在中华民国宪法这个体制里面，包括两岸条例的关系里面，这个外国跟大陆地区到底有没有画上等号？这个确实是有讨论的空间啦。所以刚刚周老师也说，这个可能是有讨论空间的。所以这一块国民党要怎么修？可是你修这一块会不会又被人家讲说，你看又在那边帮人家什么？对啊，开后门什么？是啊，好。所以我说这个当然里面一个牵扯到就是所谓两岸的关系的定位的问题，然后另外一个是其实因为还有4个村里长，应该都是里长啊，因为都在直辖市这个新北有2个，北市1个，桃园1个，他们还没有被解职，但未来会不会碰到这个问题？那所以我说这一块，当然国民党你说要修法让国籍法不能处理陆配，也许只是针对他放弃国籍的那一块，就是就职1年后要放弃国籍这一块排除，而不是说他们从此以后陆配的参政权就跟这个一般的这个所谓的台湾人一样，这是2个完全不同的。因为陆配参政也是要陆籍他们是叫户籍啊，在我们的这个两岸条里面是叫户籍，陆籍之后就是你不是结婚就有户籍你要结婚之后几年才能取得这个，其实就是讲拿到中华民国身份证，拿到身份证后满10年，那其实是跟所谓外国人取得国籍的那个再去参选的那个年限是一致的。就目前两边的这个参政的这个年限的规范是一致，只是说有没有要放弃对方国籍这一块，我想这个可能是后续到了版本出来，我们要看他这个所谓反小人条款到底怎么防那当然这一块就其实叫在两岸来讲叫深水区因为牵扯到两岸定位。就是两岸到底是不是两国这个问题，那民进党他现在就是觉得我就是把你用两国的逻辑来看。那现在在野党比如说现在国民党提这个，好又来啦，蓝白合的基本逻辑就是，那请问这个修法，民众党的态度是什么？
所以未来会有很多类似这样的概念，在两岸议题的深水区里面，民众党要扮演什么角色？是我不支持也不反对，你们自己我就弃权，还是我愿意支持？我想这个后续，因为民众党不要忘记，明年2月1号，民众党也有一位不分区立委是有陆配身份的，所以我说这一块民众党势必是要表态的，而这也会是蓝白合作其中一块，我觉得也许彼此都有共同利益的部分。可是小玉如果真的讲的话，你会说像吴石这件事，黄昌就直接跟你讲，他就是共谍。这是客观事实，他不上这一部车，OK， 他不要这样。但是当整个蓝白合大氛围一路往下走的时候，你很难在很多议题上面白银都能够维持是这样子啊。因为如果大原则有一个更高的宗旨，拉下民进党，拉下赖清德，如果那个宗旨在上头，其他的事情感觉上都不是。可是对中华民国来讲的话，两岸之间的这些问题，包括意识形态这些，它当然重要啊。可是，如果我们刚刚讲，从郑丽文上台一直到现在，他所讲的所有的内容，那要让所有台湾人骄傲的说出我是中国人，然后要去无实的你说邱继人那些，但是当他只要讲一句话，他们是和平的缔造者，两岸不要打仗，只要和平。当他这个大旗子拿出来以后，说实话，一定会有很多人会觉得，要和平谁不要？那你要怎么样去讲说你这个是媚共，你是什么？你要怎么讲人家这个？可是这显现在。昨天这个国民党去处理何英路这件事情就非常的矛盾，因为考纪会给的理由不是说他辱骂马英九，我第一时间没有啊，那萧敬言啊，萧敬言是因为批了这个朱立伦停权3年哎，对啊，停权3年哎，那我本来以为是他去骂马英九这件事情被停权，结果不是，考纪会出来讲说，因为他讲了什么早日统一。对不起，张志刚，你不要这样笑哦，人家已经讲到以前有这个例子。好，那个我讲一下。我支持萧敬言申复，他申复了，还有提了，原来还是没有早日做出令人那个满意的答案。等一下，你说萧敬言那个他去申诉，有结果吗？还没有，他申诉多久了？8月，那还好啦。不让他选议员嘛，讲白一点就是这样子。我觉得萧敬言是要选的，我觉得要给萧敬言一个公平的那个答复的空间。不是啊，因为我为什么要讲这个？这个例子就是像现在国民党是讲说，他停权了，因为那个何英路，对啊，他被停权了，可是因为他申诉了，所以他还是不影响他的中常委资格啊或什么。那个申诉如果要一直申诉很久呢？对啊，那所以萧敬言对他来讲影响最大，因为他要选啊，他被停权他就没办法。那回过头来，我要讲说，考纪会昨天是把何英路停权是什么理由？是说因为他讲了早日统一，回到祖国怀抱这件事情要把他这个考纪处分。那但是也有人帮他讲话啊，就说因为。按照你们现在逻辑嘛，他是讲和平统一，他不是讲武统。像小薇这些这个网红，他不是讲到武统嘛，什么赶快来攻打台湾。所以他这个不但是还被驱逐出境，还取消他的这个中华民国的身份哎。所以很多人就认为说，那何英路讲这个，那你们为什么要考纪处分他嘞？因为他的这个论调统一不是现在跟郑丽文讲的一样吗？不一样。不一样，我认为很大不一样。那个郑丽文没有说要统一啦，大家不要把这个不要把这个跳跃式的思考挂在郑丽文身上。那所以你们现在的立场是什么？郑丽文是要和平对话，那跟统一不一样哦。那用什么样的主体和平对话？你像蔡英文也支持两岸要对话呀，赖清德也要对话呀，这不都对话都是希望美国 AIT 也希望两岸对话呀。那郑丽文希望两岸对话，但郑丽文没有说要统一啊。那何英路讲说是要统一，回归祖国怀抱。我不认为我至少以本从政党员看，我不认为现在要回归祖国怀抱，而且没有祖国怀抱这种东西嘛。我的祖国就是中华民国啊，就这样子啊。所以我觉得他的立场跟我不一样啊。那如果我是考纪委员，那我一定开除他。就这样。OK， 小玉听到没？好了，那总而言之，我倒觉得他是辱骂马英九这件事情，而且你知道吗？这个。记者他不是昨天在那个国民党那边匹配给我吗？所以记者还要访问他，他就说：“那你骂马英九这一段你怎么回事？”他说：“我是开玩笑的，哈哈哈。”可是他说什么？他说这也是事实啊。他说这也是事实我会觉得说天哪，你这个光萧旭晨你都不用出来帮他辩护的嘛？他事实上都没有认错这件事情好，那这是国民党自己的家务事啊。总而言之这个先从何英路这边开始讲。那讲到就是说这个郑丽文，你刚刚讲郑丽文的部分。对啊，那郑丽文的部分，那现在就是看说这个未来这个蓝白的部分他们谈啊，那你看这个白的部分要不要去支持？不过这个很有趣的部分是说，我觉得现在民众党
民众党的部分呢，他有一个新的新的说他要去赴日的访问计划，对，然后他是11月25号要到11月28号3天，3天，这个是黄国昌亲自带队我觉得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因为现在看起来，国民党的立场是跟中国比较近嘛，对不对？尤其是在最近高市早苗这件事情上面。现在看起来，国民党的立场是跟中国比较近嘛，对不对？尤其是在最近高市早苗这件事情上面那你可以看出来，民众党现在竟然要去给日本送暖，那所以我认为这个是不是有点包牌的概念？就包牌的概念，他现在是抢国民党的这个就是比较中间立场的这个票。我一直觉得黄国昌一直在抢国民党中间的票，因为郑丽文如果你一直往深蓝红的这边靠拢的话，那是不是蓝的这边有反弹？显蓝的这边有反弹，所以他在这个时间点反而去赴日本访问，这个我是觉得蛮妙的啦。有比如说包括军公教的部分呢，他也跟上嘛，所以很多部分他现在合作又竞合，他再去抢国民党的票，我觉得国民党朋友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但是呢，我还是要讲，他去3天那他说赴日本访问计划，可是他实质没有，而且很快他25号到28号已经下礼拜就要去了可是他到今天大家访问他都没有讲出细节他只有讲说什么民间的智库我虽然说只有3天，但是我认为就是说我民众党这边，你现在去看他的整个组织架构，他知日派其实是没有的。像以前柯文哲，他是非常依赖谢明珠还有包括这个蔡增佳老师他都非常的知日派，他可以帮他安排到，比如说你可以见青年局局长，见一些国会议员。可是你黄国昌你这边去，如果你只有见到一些所谓的民间智库交流的，我认为这个层级就差太多了。那黄国昌为什么现在要这样做？我认为他很大的一个部分，他还是要巩固说我是党主席，因为面临到他是党主席啊。对啊，可是大家现在不觉得大家觉得柯文哲虎视眈眈又要出来了而且又一直在那边下这个指导棋所以他昨天去跟郑丽文会面，在包括说他现在要去日本的这件事情，我觉得他一直在对外宣示说党主席才是我。那还有了，我觉得最主要除了包牌之外，他还有一个是要转移焦点因为最近大家围绕在他的要么不是他的官司问题，那要么不就是他的好兄弟馆长的问题。对，那馆长已经很久不见人了馆长不是到澳门去了？有人可以证实他去澳门吗？当然了，他现在去澳门不会敲锣打鼓啦。对啊。可是今天他突然他自己的这个什么票汉的这个脸书上面又突然讲到这个现在是内湖在我们这边秦山路这边就开始大排长龙。这个是这个票汉馆长的脸书他还写说感谢大家愿意信任我。那看起来我有去问一下，这看起来是排他的那个便当店便当店的人潮啦。那可是也有人讲说他po这个脸书不代表他人在台湾可是馆长，你看他以前去中国不是都敲锣打鼓吗？开直播然后什么什么的。可他这几天非常非常的安静好像人间蒸发了。小玉是从他的好了，你说从他们的最近被爆料的私事我们不讲，那但是爆料的讲到，我跟你讲私事收视率都很好，但是大家都不敢讲，我知道。对，不是不敢讲，这个事情在这样节目有什么好讲？他不应该是在这样讨论国家的政治上的事情去讲那个。可是到底有没有红钱？到底他跟人家之间，因为昨天像昨天是因为任俊他们讲说，因为最近不是有流出来有那个什么隐藏股权合约啦，类似像这样一些东西，大家只是在问说，当突然要有一大笔钱才能够去，你要买人家的股权，你要有钱嘛？对。那馆长讲说，他最近不是说亏了很多啦，类似这些东西，某种程度上面来讲的话，就会有问号。对，然后更不要讲说上次是在澳门嘛，因为麦没有关，不是讲说那给一块地什么这些东西，这些馆长需要跟大家去解释清楚吗？就像他去解释私事一样，解释的这么清楚吗？我觉得现在对馆长还有对他的股东其实都是有点进退两难，进退维谷。怎么说？因为馆长他现在要弭平这些股东的争议，所以他就一口气喊出后来杀青班就3000万那这个我买断你们的股权，你们就不要再吵了。可是看起来股东他们不愿意只吞3000万嘛，因为他觉得这个前投资不要说上亿但是至少不止3000万这个数字嘛。好，那重点就算你馆长说3000万买断这些，你们都不要再废话了。
那3000万要怎么来呢？所以他现在要去中国，中国搬。我是说，为什么他现在看起来是这个进退维谷？如果他要去中国搬钱的话，那股东敢收吗？因为股东包括李庆元这些人都已经跟他讲了，还有那个吴明健嘛，都跟他讲说你要小心啊，你去澳门的这个钱啊，国安单位都已经盯上你了嘛，而且他们甚至还把这个录音带都给了剪掉嘛，所以剪掉盯上他是国安资金国安法的这个资金。那所以为什么我觉得馆长现在不敢敲锣打鼓？那大家都可能很多人都知道说他是要去澳门，是要去搬钱回来，至少3000万赶快先米的。那你回来，我就问股东敢收这个钱吗？你这钱一定是如果是澳门回来的呢，不管是澳门或是中资什么的，那股东也不敢收啊。那但是如果你不收的话，那馆长也没钱可还啊。所以我觉得说，现在对馆长来讲，他有点像铁锁横江啊。那到底是该怎么办？我觉得这个是他一个蛮大的一个困境。因为来，我想要回应一下，这馆长是不是有拿中国的红钱这一件事情，其实也会影响到我们刚刚讲的第一段的部分。他是不是中国现在以台制台、以台老台嘛？那刚刚我要回应一下是思刚的部分啊。思刚现在说我们国民党没有说我们现在马上积极要统一嘛，是吗？这个洪秀柱之前去讨论到这个和平统一的事情啊，他就讲说接下来国民党的党主席要去讨论和平统一这件事情然后萧旭晨还说这是中华民国宪法所写的，而且他认为党主席就是要做这一件事情这是你们副主席在党主席选举之前的表态，然后他现在也积极在做这一件事情，所以你现在变成说，你对何英禄的处分只是因为他主张统一，然后你就要去处分他的这个中常委的资格。那你们主席带头在谈，而且还不只有主席要谈，还有洪秀柱也谈，然后这个萧旭晨也在谈这一件事情，然后你们就只有处理这个何英禄，那不是很奇怪吗？另外讲的是说，这个何英禄主张这个和平统一，你们把他送考纪会，但过去国民党在声援这个中配，像小薇、雅雅的时候，武统这是武统要求要武统的陆配中国籍配你们的立法委员，你们是在声援他的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就是错乱啊！我觉得现在何英禄最好的朋友是民进党。我看这2天民进党的朋友都在帮何英禄讲话。大家加入民进党。OK， 我想何英禄加入民进党好了。不是可是何英禄，我觉得雅雅何英禄现在讲说，他之所以会落到这步田地，都是民进党害的。对啊。然后你们现在国民党说，民进党是何英禄的好朋友，到底是怎样？真的，民进党因为这2天民进党的朋友都在帮何英禄讲话，我都错乱啊。然后国民党的朋友在批评何英禄。没有，因为我们觉得他的主张跟国民党其实是一致的啊。不一样哈。国民党从来没有什么回到祖国怀抱这种事情再来，你说这些陆配的这些发言啊，他陆配就是一般平常人，他的发言可能只有10个按赞，他可能就你不去报道他，根本不知道有这个陆配讲这个话，等于是高调帮宣传。那我想这个部分是一个手段上的一个比例原则。那再来，何英禄他是国民党党员啊，那国民党当然有权利去处分一个他讲的话。第一个跟国民党的宗旨不符，第二个大家也听不下去。我说你这和平统一一回事，但是什么回到祖国怀抱这个东西，我就没办法接受。和平统一可以讨论那是未来的事情。就像民进党里面也有台独党纲，但是你现在民进党执政这10年，有说要就换国旗、国号、国歌吗？也不敢嘛，也没有这样做嘛。所以说这些有的时候是形而上的东西，有的时候是政治实践的问题。我想，这民进党对于这个2个层次的交互使用，民进党比国民党用的炉火纯青。所以我觉得在这部分，何英禄的说法，如果在党内来公投的话，也一定开除他党籍。我觉得这还是很奇怪，你听不下去何英禄所说的这个和平统一，然后这个要回归祖国怀抱，你觉得这样子的人要处罚他的要用党纪处分他，然后你们可以去声援一个要武统台湾的陆配。他是个人言论，可是在台湾主张武统台湾这样子的言论，我们应该支持吗？身为一个国会的议员，应该支持吗？然后你们用这样子的2套标准，要说服台湾人民说我没有特别去欺负何英禄，我告诉你，何英禄只有一个错在他现在不是党主席，却讲了党主席要讲的话。何英禄永远不会成为国民党党主席。OK， 都已经成为中常委了。然后再来。
如果雅雅是国民党的党员的话，我认为也应该党纪处分。OK。可是好，那刚刚讲到说，对各阵营来讲会面对到问题。一战对你说像对民众党来讲，有人形容啦，包括柯文哲前主席，包括黄昌主席，包括馆长是流量三本柱。是，但这三本柱现在看起来好，等一下会讲到柯文哲是不是真的强势积雪回归。包括柯文哲前主席，包括黄昌主席，包括馆长是流量三本柱。是，但这三本柱现在看起来好，等一下会讲到柯文哲是不是真的强势积雪回归。那因为现在看起来是真的有这个味道，但是对于他们来讲的话，那流量其实馆长流量一直以来馆长流量都很大，但最近碰到的这些事情，好了，讲白一点。到老共那方赚钱，那做生意，你说做商业界的生意，那每个人都有自己一些自由，但是不要跟政治之间跟这些金流回来以后产生一些相关的一些的关联性嘛。可是现在对馆长来讲，那他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对馆长，我们当然不谈他的私事，为什么不谈？因为他自己在直播一直在谈他的私事，真的啊。然后大家关注的也是他的私事，所以他不断的直播在讲他的私事。其实他们还有人就直接跟你讲说，所以他的斗内现在不减反增啊。对啊，为什么有人声援他嘛？声援他可能婚姻有一些问题嘛，3天27万，给他一些安慰啊。那我们还坐在这干嘛？没事。好，为什么呢？其实他直播不谈公事，或者是说他跟股东之间的争议，或者是到中国投资的争议，是因为这个部分有没有问题嘛？他避免大家去讨论他嘛，否则他到澳门今天已经第3天了，以前到中国啊，只要一到中国，马上开直播啊，然后马上说中国好棒棒，台湾好烂烂啊，不是吗？你现在到澳门3天，我还没看到馆长开直播为什么不抖那一下，顺便抖一下，不是吗？为什么？因为有可能去处理他的财务问题嘛，是不是？因为你要引进澳门相关的资金来处理你股东的相关过去的股权，要去处理它，那要处理股权，你当然要给人家钱嘛。过去投资多少，现在要换多少钱给你嘛，所以要处理这个股权，所以要跟澳门去谈生意，谈未来的资金要怎么进来。但是我要跟馆长讲钱一定要好好说明清楚，因为有可能违反到国安法。因为上次他开直播的时候，也是在澳门的时候开直播，其实有一通电话说，哎呀，那个中央已经同意批你1块地，然后他说是你讲的还是主席讲的？大家就怀疑这个主席是不是就是这个张忠贞主席？虽然他不是主席啊，他叫做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常委，我直接讲，他的主席叫做王沪宁。那我也相信王沪宁不会处理到你馆长啊。但是他派那个全国政协常委，他底下的常委来跟你这个馆长来接触嘛。那接触除了他是政协常委，他为什么可以做政协常委？因为我们都知道政协是所谓的中国那边有民主党派。大家不要忘记了，不是只有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在中国里面还有国民党你不知道，他还是8大民主党派之一。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啊，不叫国民党，也是国民党啊，他们就认为是国民党，他是中国致公党。中国致公党是8大民主党派里面排名第6名的，所以他可以做这个政协的常委嘛。另外，他还是澳门特别行政区第5届的行政委员。那什么意思？讲白一点，就是台湾行政院的政务委员因为他们叫澳门行政区嘛，他们不叫做行政院嘛，所以行政区的行政会委员，他在跟馆长直播里面说我们以后欢迎台湾人到澳门来而且我澳门要成立一个台湾青年公寓，然后我的食堂还特别聘请台湾的厨师所以他找馆长是不是要合作这个事宜？那其实这个事情就是对于台湾年轻人的统战嘛，而中国看到馆长的也是他在年轻人上面的影响力嘛，那希望呼吁更多的年轻人学习馆长精神嘛，到中国去开直播，然后跟大家呼吁说中国好棒棒，台湾好烂烂嘛，这个就是他们的统战目的。所以你这个澳门之行，他的所谓的金援背后的金主是不是就是这个张忠贞？而张忠贞代表的这个中国致公党，大家可能不知道，台湾也有中华致公党。中国致公党的前身，你不要小看这个政党这个政党是成立了100年，比国民党还要历史悠久因为它的前身叫做洪门天地会啦。
就是洪门的组织啊。所以洪门的组织在中国叫中国致公党，在台湾叫中华致公党。而中华致公党过去曾经有一个人啊，他其实就是台湾的诈骗犯。骗了22亿，最近10月15号还跑出去台湾，还贼汤那个弃保潜逃。这个人呢，当初就是张显耀案的里面的共谍嘛，他资助了张显耀去做了一份民调，说郭台铭的民调很高，来介入台湾的所谓的总统大选，被以反渗透法，不只是诈骗案的问题，反渗透法、国安法都在侦办这个中华致公党的副主席。而这条脉络是不是就是馆长今天去澳门他去谈的相关的脉络？也就是为什么我一直质疑说，馆长，你必须把你所有的资源资金讲清楚，否则检调的侦办会不会同一个脉络在查你馆长收的钱有没有违反相关国安法或反渗透法的规定？伟航，如果要讲的话，那流量三本柱，黄国昌现在是主席，目前也是立法院总召，然后有立委的身份。是，明年2月1号，如果状况没有改变的话，那立委的身份可能会下来。对，那现在讲这三本柱面临到的情形，对黄国昌委员来讲的话，包括狗仔们啦，所有这些，因为今天不是媒体上像那个洪不浪他们就有报说，那其实办黄国昌他们所有这些有3组检调。因为就3路嘛，就是最早的王一川的那一条支线啊。他是从黄国昌的前助理李玉金这边去发展的，然后是中央社前记者谢信恩的，这是一条嘛，然后最近又有一个千分他治案的嘛，所以这样不就算起来3组吗？那当然重点在于黄国昌最后面的这一组当然是比较关键，就是他在跟凯斯国际的金流的部分我个人认为就是这大概是真正比较有看头的部分，因为其实狗仔队。你要去跟谁啦？那个如果就算能够下到黄国昌亲自下指令，下指令只是道德门嘛，我下个指令这些人佩服我、钦佩我，黄国昌去跟王一川不行吗？是可以的你要去跟伍院院长钦佩我不行吗？但如果黄国昌收钱问政收钱去问这些金主所期许他问的一些案子施加压力，然后政府官员我真的感受到压力，然后在你的案子上面多加关怀，就不违背职务的收贿，就可能会要件就会该当嘛。所以现在大家看的主要是最新的这一趴了那最新的这一趴当然大家看到就是有媒体去忠实去问嘛，问了他们才说已经千分他治了，就真的是，而且他也特别提到有人匿名去告他们还是千分，所以。现在的看点还是在于说，我们回去看最近周刊在这一篇之前发的，他特别在前一周有提到柯文哲要回来的这种感觉，慢慢的铺陈。柯文哲在问谁是不是跑到黄国昌那边去了，特别强调柯文哲都是单线联络，你黄国昌是肉中头这样一拉一串，柯文哲的操作比较聪明。然后最近也随着释出柯文哲在学 AI 的那一张照片是柯文哲在党部里面，柯文哲回去党部了。那他所想传达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们也不用过度复杂解读，就是你黄国昌其实也真的不是到2月1号才会接受司法侦办。我们只要我有特别去问他们有特别讲，就是看看林岱樺吧，他在会期中他是个立委。一样被约去地检署，一样也是加法限制住居出境出海等等那所以林岱樺后来抱怨说他都没有衣服可以换。好，所以要办黄国昌真的不用拖到2月1号，所以相对来说呢，民众党人的所谓你要讲雨天备案启动了多条雨天备案，现在也在启动。你会讲不对柯文哲自己案子都快2月都要判了，柯文哲回来有帮助吗？我还听到有人在帮忙算柯文哲如果要再当主席2027年1月1号就可以了，因为黄国昌现在是做柯文哲的就任期，所以2027年1月1号柯文哲可以回来。那还有柯文哲主义的地方县市长候选人是谁？黄国昌你不要去讲到这些地方，这种话都出来了嘛，所以并不是黄国昌的这个官司真的能够绊倒黄国昌还是怎么样，重点是黄国昌有官司的这件事情，大家就已经开始竞相提款。国民党直接讲说是不是又是政治办案国民党也想提款嘛，柯文哲想不想提款？可以柯文哲不然柯文哲要怎么回来？
就是黄国昌因故不能逝世的时候，柯文哲就可以以前主席回来逝世了那像这个之前黄国昌玩过的东西，别人都可以再玩一次，再把它玩回来嘛所以我觉得重点就是在于黄国昌现在有可能被法办这件事情，已经成为政治上提款的关键。即便他没有成为事实，大家已经都在模拟要不要再去玩一次啊？接下来如果要带队去冲地检署，由谁带队去冲？柯文哲是说，好，黄国昌当初帮我去北检外面，我现在也要帮黄国昌去北检外面清清白白吗？像这些东西，我觉得已经有很多民众党人在放。当然，我们还是要把它绑回选举，就是选举还是有矛盾的。柯文哲的那一些议员，柯文哲要的先是首长，和黄国昌的议员要提名的那些议员是有矛盾的。一个选区，如果我们真的就是只提一个，就像我们开录之前在聊，只提一个的话，那到底是谁的那一个会有公平的初选吗？我想很多表面上看起来就是一般的政治攻防东西，但实际上都牵涉到还是回到2026的选举利益了。请问阿寿，以你认识的柯文哲，这几天媒体在讲说柯文哲会不会强势回归？会吗？强势啊，强势是要多强势啊！他回归了。你觉得他回归了？他其实很积极呀，哪一些状况看得出他这么积极？写书啊，然后然后拍影片，对，然后到党部办公。对，我觉得他也差不多了啦，因为我说他差不多该回归了。你讲完全我是坏话，你知道这两个词差多少？对，他差不多该回归了。OK。为什么？因为那个言辞辩论要结束了嘛，大概12月中旬。对，而且该传唤的证人都差不多了。他只要证人传唤完之后，他就没有接触证人串供灭证的这些问题，所以他就解禁了。他就在等这一天啊。所以你看他迫不及待就已经他在等这一天，民众党的人也在等这一天嘛。我认为我的意思说，你知道这民众党大家就讲说，民众党真正的太阳或民众党真正的未来，这会牵扯到跟国民党未来之间的合作，所有这些到底跟谁之间才是真正能够拍板定案的。所以柯文哲，那他期望回来，这些民众党的人都会期望他回来的吗？就我来看，我看昨天的那个正黄会，我觉得会让柯文哲更着急，因为黄国昌昨天他已经大喇喇的讲说，他如果是他不是那个男主角的话，他就是一定这个会帮忙辅选嘛，对不对？他不会就是这个什么，反正愿赌服输就讲这一套啦，对。那你不是已经公然认输了吗？我认为这个在谈判上面他已经把底牌都先进了，因为通常以柯文哲的话，他不会跟你说死。我觉得柯文哲还是比较高招。我们讲过他的理论嘛，他刺客理论就是，即便我选不上，我也可以把你拉下来，对不对？所以他要用这样子的这个策略，一直去逼国民党你来跟我谈，至少在议员的层级、什么县长层级。可是你黄国昌，你昨天已经把底牌都先给人家嘞，你就摆明了就说好啦，我就愿赌服输啦，男主角不是我也会帮你抬轿啦，而且我不会来扰乱这一局。那对国民党来讲好你就输了，你还会来帮我抬轿，那我干嘛还要让你？我干嘛还要跟你谈？所以我觉得昨天黄国昌最大的败笔是他已经当众宣布，他就是已经输了，而且他会帮忙来抬轿，不会来扰乱这一局。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柯文哲会透过陈志汉，然后前面就讲了一些，有人说是下指导棋的一些的内容，可是他也担心这些。确实，因为他自己有失败，这个蓝白合不管是谁骗谁啦，至少他骗了人家嘛，这个6点协议啊，这至少他是蓝白合一个失败的经验嘛，所以他也担心。我觉得是说时间不要拖太晚了，你拖太晚的话，到时候这个大家要各定这个候选都来不及嘛。可是如果你知道媒体上报道这个，还有什么情谊潮，然后就是他在党部办公，然后就还有民众党以前就民众党一些可能要选的人会到这样，如果我是党主席，就你们大家好歹尊重我3分嘛，就是我是现任党主席，就算他是太上皇，那大家也不要这么大辣辣的这个样子啊。免不了啦，我觉得这是个那是实力原则吗？第一个是人心问题，就是大家黄国昌当然是现在是每天运筹帷幄，然后日常运作当然是黄国昌为主啦。但是你像柯文哲现在就是恢复自由身，可以见一些客人。那我也听说有一些民进党，不是对不起。民众党的现任的议员有去跟他碰过面的，就大家聊聊天，也是关心一下他的过去1整年的一些情况，包括心里面的状态啊等等。那我觉得这个就人之常情啦，人之常情，我觉得也不必去扩张解释啦。未来如果柯文哲对很多事情，如果他有自己意见的话，显然就会造成大家讨论，甚至会影响
决策方向。对啊，如果真的你不觉得很妙吗？郑丽文先去找了柯文哲，然后再跟黄国昌见面，然后柯文哲，然后黄国昌先去找了赵少康，再跟郑丽文见面，这两个是叠对叠嘛？可是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的概念。你不觉得过程当中，因为柯文哲刚才其实他提到他的个性，或是你说他毕竟老江湖，可是这个老江湖才是对蓝白之间最大的一个变数啊。当然是啊，这个上一次2024不是大家就知道吗？就是柯文哲要跟你合作，又不跟你合作，签了合约也可以马上又把他这个撕碎，这就是他最大的一个特色嘛。而且，让对方选不上，才是民众党存在最重要的一个价值嘛。这个对柯文哲来讲，到现在来讲，以他的政治实力，他绝对是这样子盘算的嘛。而且针对这个报道里面怎么写的，他说柯文哲在那个台波大楼那个党主席的办公室啊。在柯文哲这个被这个收押到现在完全保持的完全一模一样，这在这个正常的政党里面运作是完全不正常的啊！你党主席谁当选，那个办公室就是谁做，因为那是党的资产，不是你个人的资产。但这个报道里面写的就是。台波大楼，民众党的党主席办公室为柯文哲保留的完全一模一样嘛，所以真正在主导民众党的人是谁，就还是我柯文哲嘛。那我觉得他释出的意思是什么？尤其是在蓝白见完面之后释出这个讯息，他告诉郑丽文说：“你跟他谈的都不好啦，到最后你还是要来跟我谈呐。而且1月31号之后，黄国昌没有了立法委员，没有了这个赏味期之后，他的力量会是更小的。所以最终你2026，不管是你是议员，或者是你们这个所谓的这个县市长的合作的部分，都还要看我啦。”你2026，不管是你是议员，或者是你们这个所谓的这个县市长的合作的部分，都还要看我啦。那另外我要讲的是说，黄国昌在担任党主席，现在大家谈的明年2026年，除了大家比较知道黄国昌自己表态自己要选新北市之外，民众党有哪一个地方的县市首长是有被真正的提出来？没有。黄国昌只在乎自己，包含在昨天的跟郑丽文的见面，其实他的这个起手式包含送这个灯啊，就被卓冠廷笑嘛，就是他是职业关灯人，现在连灯都自己送上去，告诉大家这个他要关灯了，这个被人家笑嘛，那代表就是大家对于他其实是自私，然后也没有在代念民众党的这个情分的部分是被大家夸夸卡去。其实国内政坛的这些都会牵动到国内政治呢，所有未来一些氛围，包括2026、2008。但是真正对台湾来讲的话，会有一些影响。杨敏，中日之间因为高市早苗讲的那一段话，这个问题现在已经闹到多严重？当然，今天我们的赖总统是这个享用了日本料理，对，感觉就是挺日本的，对嘛？也就是用这样一些方式嘛。过去也都有，比如说这个中国大陆对澳洲那时候这个有一些这个什么龙虾啦，还有红酒啦，对，金矿啊等等的，那时候就是买他们的红酒等等的。其实我觉得这个操作当然是一个很简单的操作，但是民众会有感，尤其是支持绿营的支持者那当然这一次在台湾跟日本之间其实我觉得蛮有趣明明是因台湾，就是说整个来龙去脉其实源头是台湾啦。因为如果今天高市早苗不是因为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这个逻辑，他不会去踩到这条红线。那当然对中国大陆来讲，这就是你拜托。你讲这段话的前一个礼拜，你才在 APEC 峰会跟我们的这个习大大会面我们习大给你脸然后你居然这样子修理当然这是老共的思维，所以当今天两边老共修理日本也不是第一次了2012年。那时候为了钓鱼台的国有化，大家还记得的话那时候日本那个很多汽车包括汽车啦，很多大企业他们极右派的那一次更夸张，对啊那一次甚至是你知道民众是上街抗争的所以老共这一次开始要朝这个方向走。已经要走向这样了吗？开始了，还没有啦，现在还在暖身啦。但是你看，像比如说，现在像这个《鬼灭之刃》最近在中国大陆上映，对，本来才刚上就说要下，明天要下档了，那票房很好对，可是呢，后来他们发现，不能买票，就是说这个拍摄不能给你买了就是说
对岸的政策性的反日，或者说政策性的要求民众不要到日本去消费，不要去日本玩等等的这样的策略开始启动了。可是民间有没有去感应？这种民族主义的这个操作会不会让中国大陆再一次重演2012年那一次的这种反日热潮？这是现阶段观察的重点。那当然你知道，像这个前天他们这个两边的这个所谓的局司长的会面。对。这个我必须说，那个成绩很低啦。这两位这辈子可能都没有想过，他们两个这张照片会变成是全球的焦点啦。因为通常你在外交体系，局司长会面一点都不重要。可是呢，这一次为什么重要？是因为两边的高层没有人要见了嘛。两边先至少意思，可是这代表一个意义，就是说，至少日本的外交体系并没有放弃沟通啦。就是说两边还是期待，所以他愿意去。对，那你包括像我觉得日本蛮有意思的。有一篇报道就讲那个高市早苗的贴身幕僚，说当天他讲完他也说我讲太超过了，为什么要把这种讯息放出来？是不是有修补的用意？这个当然是后续看两边，但目前高市早苗看起来是没有因为他的民调非常高。在民主国家里面只要你今天领导人你的民调高，你不可能放弃原本的你讲的话了。当然你撤回你就是我如果一撤的话，那个民调你一定要想到民调大概马上不知道掉多少。所以短期内我相信两边就中日之间的这个僵持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可是呢，这时候我觉得比较有趣，就是台湾的角色，台湾到底是要去帮日本加油，还是要这个是呼吁大家停下来怎么样？那当然有一群人是去谴责日本，这个我觉得都有这难免，因为这又是一个其实是两岸问题，对，把它扩及到了变国际的政治的这个话题。但这一次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美国的态度，其实我觉得美国这一次看起来川普没有很关心这个议题啊，那美国基本上因为还不到他关心的时候，对。可是你要知道，如果今天比如说我们讲这个台海之间如果有一些怎么样的，可是尤其是日本跟中国大陆之间的这种紧张情绪那个气氛上涨的时候，理论上美国通常都是扮演这种所谓好了怎么样或者怎么样，他这次看起来是美国没有他没有要去干预他没有要去干预，所以我觉得后续第一个当然是看中国大陆跟这个日本之间，因为本来预定年底是有一场中日韩的领导人的会议，那当然中国大陆是李强啦，是李强是总理要这个会面的，可是呢现在看起来是不太可能成功了，而这一场今年是轮到日本办，那这一场会谈恐怕就会遥遥无期。那现在是说他们在这个国际的这个会议上面有没有见面的机会？那接下来就是看两边有没有台阶可以往下走当然短期内我认为还没有办法，可是在台湾来讲目前看起来我们的政府是已经压在日本这一边，就是说我们是挺日本的，因为他在挺台湾，所以我们互相相挺。那这一块对后续。其实我就觉得蛮有趣的，明明我们是主角，结果现在变成是好像在看他们这个两边在打的感觉。可是这个现在如果一路往下延烧，一直是台湾有事，日本有事，不是第一次有人讲嘛？从安倍那个时候开始一路上下来，可是当高市早苗讲了以后，为什么这一次老共等于那个很快从包括官方到民间整体升温升得非常的快？为什么要这样？有人说就是要在高市早苗才刚上任的时候，要一个杀鸡儆猴，告诉全世界不要再讲类似这样一些论调，用这样一些方式吗？可是刚刚讲他的民调就是高啊，他高，民主社会就这样，我民调高，我怎么可能会要撤这些词？对中国操作所谓的反日仇日的民族主义，过去也曾经发生过。杨明刚才讲2012年，但是它是从民间到中央，反而如果是由民间发动了，中国可能会害怕，叫维稳嘛。因为整个中国秩序统治的秩序最重要一件事情叫维稳，所以民间不管你在抗什么东西，抗日也好，抗中央也好，不管抗什么东西，他们都要维持相关的稳定。但是这次是由上而下，而不是由下而上，因为日本有事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这之前安倍就已经讲过了嘛，所以这次只是重述他们之间对于台湾的相关的一个立场。那为什么中国这一次官方从所谓的驻日的这个讲出说是要斩首行动之后，就开始一波的所谓的外交的攻势，包含文攻武吓都来。我觉得是跟习近平想要透过这一波的仇日的情绪来掌握他自己在
政治上面的权力的问题所以他为什么文攻武吓都是由中央来发动的，而中央发动之后，地方民间有没有感应到嘛？刚才讲到了鬼灭之刃》票房很好啊，只是你不让我看你人一堆人排队还要去日本结果你不让我去机票，我只好去韩国所以最近大家去日本玩不要去韩国了，韩国的中国人很多大家都不想要去韩国玩了，包含什么水产就我们赖清德刚才讲到赖清德今天支持我们来吃鹿儿岛的鲫鱼跟北海道的帆立贝说真的，日本的水产卖到中国数量不多，而且价格也不见得比到其他地方好，所以其他地方其实对于日本的水产我们讲白一点，我们吃寿司都喜欢吃日本的水产的东西，这些东西对于日本的伤害也不大啦，包含要进和牛，最近要进和牛，我想说我们只是吃不起和牛而已，不是因为它卖不出去好不好？因为价格非常的高昂，日本的相关不管在动漫上面，或者是水产，或者是牛肉上面的品质，就是大家认为的一般民众认为的高品质的一些产品嘛，这些产品你如果用所谓的民族主义的情绪去动员他们去拒买拒卖，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无法引动所谓的民间的相关的情绪，而无法引动民间相关情绪的时候，他们只好开始准备，我觉得叫做下台阶嘛。所以昨天中国的外交官为什么做出这个动作，然后做出一副好像教训小日本鬼子一样就是要把这个民族主义的情绪发泄到最高的时候，说你们日本还是要听我们中国的结果这些动作就可以开始的弭平，我反而不觉得他们会再继续升高对日本的所谓的仇日的情绪，因为他们也不希望变成是整个民间来动员，而民间也无法再接受的时候，下台阶变成是他们最好的一个方式。而这一次美国的动作很清楚，他只是讲了一句话，美国驻日代表说，就是一只没有训练的狗啦。会叫的狗不会咬人，但是就好像我们现场听说的，不要侮辱可爱的狗。好，可是这件事情，石刚，你觉得会某种程度大家有台阶下就善了吗？因为当老共的官媒直接说道歉下台，不是你想想看，任何一个国家就是你叫我们国家的首相道歉那是一回事，下台。他民调又这么高，然后你只叫他下台，你不讲还好，你讲他更不会下台，一定是这个样子嘛？对啊，那未来怎么办？我觉得子弹还会这样飞还要再飞一下，因为两边都不愿意在这示软嘛。对于中国大陆来说，我前个礼拜习近平才跟高市然后握手，还说以后呢，这日中关系呢要加强一点恢复过去的友好。隔一个礼拜就被打脸，请问你就谁也没办法接受？我觉得换成所以是面子上面绝对换成另外国家也不行再来这个现在是这个中日今年是刚好是对日抗战结束80周，那前2-3个月才高调庆祝。那现在就因为什么台湾有事，然后周边有事，对日本有事，那对于他们来说，对于中国大陆来说，这个也是没办法接受嘛。觉得这个台海的部分基本上不希望走国际化嘛，不希望走国际化，所以这几个部分基本上都对于现在中国大陆的红线是触及所以我觉得两边都不会那么快，都不快那么快，还要再飞一下，还要再飞一下。但我觉得这一次比较特别的是，过去中国大陆民间有时候出现仇日的一些标语啦，或者是一些行动啦，或者是拒买日货等等等等，基本上大约在前几年都有类似，比如说广州都有类似的情况。但这次你看民间很安静，很安静。那民间也没有做出一些什么抵制日货、拒吃日食这样的事情所以你看那个交流这个怎么样？去旅游的基本上是继续去了。中国大陆很特别，就是如果他要去鼓动民间做件事情嘛，他可以去做，他可以组织一些就是我们台湾讲统战团体去做这些有他有叫公安拍影片，但是在基本上对，他有叫公安拍影片，而且讲得非常快，是这个距离大规模的这个民间的这个反日浪潮，那个差太远了，因为大家看过过去跟现在比的差太远，所以我认为这个中国大陆也在民间这部分。他也没有去扩大反日的这部分，现在把它缩减在两国的政治面。刚才讲说赖清德总统是用拍那个影片在吃那个苏西那些来表达的。国内最大的在野党国民党会怎么样看待这件事情，或是你们会有什么样一些立场会表明吗？台湾没事，大家都没事。
这重点就台湾要还是要呼吁国民党，这次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台湾当然没事，但是中国有病啊！问题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中国这个民族，中国这个政府是一个有病的政府，才导致到整个东亚的乱七八糟嘛。我补充一下啦，因为这个高师他这个所谓的自我防卫权的这一块哦。它其实是日本最敏感的一块，因为过去在这个所谓防卫权的启动时机，他现在是认为说，当台海有事的时候，就是说所谓台湾有事、日本有事概念，就是说当这个日本有事发生。存亡危机开始，他就可以启动，我就要启动。对，可是呢，这个当然在日本的右派都是这样主张的，可是日本的保守派不见得会这样子认为。他认为说，哦，日本还是要避战。所以日本其实战后他们一直都在这两派的这个拉扯，其实是一直一个很长期的纠葛啦。所以我说这一块反而是其实日本内部也开始有一些声浪，呼吁高市早苗应该要在这个部分因为即便过去的安倍他提出台湾有事、日本有事，他也没有针对这一块去做阐释。所以这是在高市早苗他在这一块的讲法，确实是连日本内部都有可能有一些的意见啦。我要回应一下，就是说高市早苗在这个时间点提出这个主张，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现在台海或者是所谓的印太地区的和平，确实受到中国的这个一些的动作而受到非常大的威胁嘛。所以他在国会被问到的时候，他当然会主张说，如果台海发生了这个相关和平的事情，会不会危及会不会危及日本？当然会啊！你看俄乌战争那么远的地方，都还危及到全世界各个国家了，所以他当然会去主张这一件事情。那我另外回应一件事情，就刚刚杨明有讲到说，美国好像没有针对这一件事情有回应。不，我跟你讲，美国驻日的大使啊，多次已经在他的脸书上面跟国务院，我知道。可是美国有没有态度？有哦，美国已经有态度。美国说他会声援他们的同盟国日本，他也认为说中国每一次啊这个恶习难改啊，只要遇到一些纷争的时候，就用威胁、强迫的方式，用经济来威胁人家，这一件事情是他们没有办法买单的哦。所以中国的恶习、威压的恶习，其实是全世界都看到。那美国跟日本其实现在是站在一起的。小玉，水产第一步，接下来刚讲和牛，然后媒体上讲连熊猫，接下来大概都会遭殃。对，不过很多人拿那个高市早苗跟这个安倍晋三比嘛，因为安倍晋三当时在讲说台湾有事，日本有事，他已经是卸任首相，而且他是在民间论坛讲的。那高市早苗他不但是现任的首相，而且他这个话是在议会殿堂讲的，所以当然这个是官方，等于算是已经是官方的宣言了。所以为什么中国这是整个跳起来？这一件事情是他们没有办法买单的哦，所以中国的恶习、威压的恶习，其实是全世界都看到。那美国跟日本其实现在是站在一起的。小玉，水产第一步，接下来刚讲和牛，然后媒体上讲连熊猫，接下来大概都会遭殃。对，不过很多人拿那个高市早苗跟这个安倍晋三比嘛，因为安倍晋三当时在讲说台湾有事，日本有事，他是已经是卸任首相，而且他是在民间论坛讲的。那高市早苗他不但是现任的首相，而且他这个话是在议会殿堂讲的，所以当然这个是官方，等于算是已经是官方的宣言了。所以为什么中国这是整个跳起来？那要谈到就是说，为什么中国现在这么紧张？你要想看，今天不是各大报的头条都讲说他是2027准备攻台，然后他有一个什么2035、2049，对，那对他来讲，他已经在做一步，好，不管是恐吓或是怎么样的，这是美国国会的一个报告出来嘛。那你现在突然多了一个日本怎么跑出来？这个变成他要这个台湾有事，日本有事，那对他来讲，哇，那他要再多一个防御的。对他来讲算是绊脚石吧，你可以这样讲，可以这样形容。那他当然会觉得说，哇，你阻碍了我要这个统一的一个计划嘛，好，那回过头来，我觉得说他现在对日本做的事情很像他对台湾做的事情，这个是一模一样的事情啊。你看每次台湾他要这个文攻武吓嘛，要么不是就是军演你，然后要么不是就是经济制裁。他现在对日本来讲也是经济制裁，可是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说，你看日本他的这个包括朝日新闻，他去机场
成田机场啊，他就要报道，就去找说，哇，我们现在日本机场还是满，你看都是中国人啊。然后譬如说他去什么富士山啊，去哪里啊去访问，然后就访问那些来日本玩的这些中国游客，中国游客就说我无视，政治归政治，我旅游归旅游。日本还是在做这一块，就觉得说，哎，你们的日本的这个中国的国民也没有在插烧日本政府，插烧中国政府这样。那但是中国他就要开始做这一大块，说你看我们这几天短就退了50万的这个机票哦，甚至今天还有说什么邮轮啊，有那个宫古到厦门的邮轮，那邮轮都已经开到宫古那边去了，还不准下船，好，不准下船，再回来吗？对，就再回来啊，就大家先停在那边一下，但是就是即便已经开到了宫古那边宫古岛，但他就不让他下船，我就是不上你的领土，然后我就把你再载回来，他宁可大家抗议也没用啊，对啊，所以他就是你可以发现两边在做这样子的氛围。那但是你看哦，像今天朝日新闻他也有做哦，他就是有他就讲说这个什么日本的人潮满嘛，对不对？结果你看中国反应很快，中国我觉得反应很好笑，他说你这是造假。你这些都是演员，我想说天哪，成田机场你要找来那么多的演员，但是他同时也引述了他们日本最新的那个雅虎的民调了啊，他说你看哦，有74.8%的人不担心啊日本经济的这个影响，然后甚至还有93.5%的人是支持高市的言论。那我就要讲哦，你看哦，为什么要做这个？因为现在他们日本自己有预估了哈，刚刚讲说禁止水产品，然后现在要开始冻结日本牛肉的进口谈判，然后连大熊猫都要让你们日本人看不到大熊猫。那这样子会损失多少？他们有估算一年啊，至少损失3600亿的台币。等于说是1079兆的日元啊哈。那另外还有包括说的观光客啊哈，因为中国去日本的观光客占他们的旅游是占1/4嘛。我要讲的是说，我觉得心里蛮难过的是说了哈，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台湾的话，我觉得包括蓝白的朋友马上跳出来说，你看又是这个台湾挑衅什么的啊，中国对制裁，然后大家开始皮抓，然后开始又要骂政府。可是你要想想看。他们日本面对中国经济制裁，他们是93.5%的人还是继续挺高市早苗所以我觉得说，人家日本面对这样子中国不合理的这种经济制裁，他还是全力挺他们。那你反观在台湾碰到一样的这个经济制裁的状况，我觉得我们的在野党，你这样讲四刚不回应都不行了。不，我觉得这样类比有点奇怪为什么？因为这两个是不同规模的事情呐。中国也是一天到晚跟我们文攻武吓。我觉得那个基本上是不同规模。就是说，第一个我觉得这个比喻是没办法不伦不类。没有啊，中国也是一天到晚水产啊、水果啊，我觉得没办法相比。国民党每次因为我觉得第一个谴责中国产值有差了。第一个产量产值有差。第二个就是后来后来台湾的我们一些县市首长。也是帮忙，后来是帮忙这个我们的包括那个世家世家重新来协助回复到这中纳入市场，所以我觉得基本上这两个是不同层次，我觉得没办法评论这完全不同的东西，我觉得没办法完全评论这个不同的这种比拟啦，我觉得比拟不太对啦。再第二个，你高市的这个做法，基本上当然是跟他右翼的立场有关呐，那赖清德的一些对两岸的一些看法态度，他基本上在国内没有取得共识啊。在日本的共识基本上觉得他对高市的这些言论基本上支持嘛。因为但是赖清德在内部没有共识，所以我觉得重点是你在内部有没有取得共识。如果内部取得共识的话，你就可以成为一个强势领袖。你在内部没有取得共识的话，基本上你就很难成为强势领袖。OK。可是我觉得刚刚思刚没有回答明玉姐的问题，是说中国在对日本的经济制裁，日本从他们的政府到他们的国民都挺高市，都不接受中国对他们这样子做的经济制裁，甚至有这个卖这个水产的这个业者就说，我们不会依靠单一的市场，我们会让自己更强大，可以让他们的东西卖到全世界去。这是那个水产业者所讲的。可是你看哦，在过去，你刚刚讲说，现在赖清德总统啊，他得票就没有过半，所以他是少数。但之前的制裁，之前中国对台湾的水果的制裁的时候，都发生在什么时候？都发生在蔡英文的时候。那你们怎么骂的？你们都是在骂民进党说骂民进党，说不愿意去跟中国谈，不愿意就接受9·2共识，所以人家才制裁我们。
我想，所以那我觉得我要问的是说，不必利用这个机会趁机发挥了。不止高市早苗，你看哦，日本的大臣小野田纪美他是负责这个整个经济安全的，他就说啊，他中国不满就经济施压这一件事情，过度依赖就是风险。这不是就是蔡英文执政的时候，民进党政府一直说的吗？来，四哥。所以嘞，没有啊，所以我觉得说，对啊，就所以呢，没有，那这一件事情，民进党在做这一件事情的时候，国民党有没有支持？还是国民党又一直唱衰？你们为什么放弃中国市场？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啊！民进党在做全世界都在做的事情，为什么就只有国民党唱衰嘛？那川普在跟习近平见面啊，民进党要不要跟？民进党要不要跟？不是这个川普民进党最依赖美国啊，美台关系最好啊。不对，川普跟习近平谈判这个贸易，民进党要不要跟？大家跟中国见面，不代表就要被中国威胁。是啊，现在中国威胁台湾，我们希望台湾能够团结一致对外。团结，但你们团结是谁？永远就在唱衰啊！执政者的责任呢？团结拿出在野党责任。而且我要再讲一件事情，高市早苗这一件事情，我觉得国民党不是没有人出来骂哦，不是没有人出来骂高市早苗哦，包含洪秀柱，包含马英九。我也没看到国民党出来说，你们这样不是吗？没有啊，马英九是不是你们国民党？洪秀柱是不是你们国民党？自民党内部也有不同意见者啊，石破茂就不同意见啊，要以主席为主。对啊，我觉得以主席为主啊。不，那我觉得，那你们总是要表态嘛？你们的态度是什么 ？OK， 那许信良说成立联合政府，那你们吃吗？你这个胡扯了啦，你扯掉了啦。我问的是高市早苗这一件事情，聚焦就在这里。有不同意见嘛？我插一句话，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又不是洪秀柱，有一些东西。外交、两岸、国防应该叫做不管在野或者不管执政要有共识的东西，做法可以不同，但是要对于你的敌人、对于你的敌人的威胁要有共识嘛。啊，这些共识没错啊。刚才那个思刚讲对啊，你赖清德就没有共识，赖清德没有共识的原因是因为国民党好不好？赖清德没有共识，因为国民党说我们要接受中共用9·2共识。就跟9·2就没有共识嘛，92年就是一中各表，一中各表就是没有共识，不然干嘛各表？就是你要我们接受9·2共识才能谈，所以错的地方是谁？是民进党政府吗？不是嘛，是中国嘛。我一直说中国有病这件事情，国民党从来不说，从来不承认，就是中国有病，有事的都不是我们台湾，也不是日本，也不是菲律宾。菲律宾的参谋总长都说了，台湾有事，菲律宾也有事。我一直说中国有病这件事情，国民党从来不说，从来不承认，就是中国有病，有事的都不是我们台湾，也不是日本，也不是菲律宾。菲律宾的参谋总长都说了，台湾有事，菲律宾也有事。为什么？因为这个国家叫做中国，中国是一个非常有病的政权。我想请问一下两位，我们先跳到另外一个，因为对中央地方国计民生有很大关系的，就是财划法。是不是？财划法现在看起来是大家卓奎的说法，是因为立法院开战，他要备战，而且跟地方的所有的县市，今天讲说所有的县市间，大家那包括要分配超过1.2兆啦，所有这些，那看起来真的在立法院里面，行政院的版本跟立法院之间所有这些，大家会再来一次火车对撞吗？现在立法院所修的版本确实是把中央所有的钱几乎都拨到地方了，但是事情到底要不要地方做，到底哪些事要给地方做，现在这一件事情其实就在谈，但是完全没有谈的状况底下，立法院就直接把钱全部拨给地方，但什么事情要地方做，完全不做规划，这件事情怎么会对？所以行政院用比较负责的方式提出了行政院的版本，认为说这个包含立法院提的
的把统筹分配税款增加之后，那中央应该可以去调控一般补助款跟计划型的补助款，来让其他的这个比较这个财政比较不那么好的一些县市能够帮忙，而且也借由这样子把一些钱留在中央，让中央可以做事。但是这个立法院就说，我就是蓝白过半啊，我在修正的版本包含中央统筹分配税款，我要全部多一点给地方，包含一般性补助款、计划性补助款，全部都要多一点给地方。那这样子的状况，那中央到底要不要做事？然后还有到底哪一些事情要给地方做？如果这些事情完全没有讨论清楚，只是因为我蓝白多数，我就用借由这个多数的方式把钱全部都拨给地方，我认为这也不是一件公平的事情哦。然后另外我要补充，到底这样子的拨好不好？你知道台北市明年统筹分配税款我们多了411亿。台北市多了411亿。你知道蒋万安送到议会的版本，完全看不到那个411亿。那411亿没有在预算书里面呢？为什么？很简单啊，因为蒋万安根本没有规划，不知道要做什么事情啊，预算根本编不进去啊。我们在问他的时候，他就说我们等明年的时候我们再来追加。我就觉得很奇怪，我今年现在正要审的预算没有看到411亿，你要做什么？可是你的这个立法院国民党的这些伙伴、这些立法委员、你的同志，居然就帮你编了那么多的钱送到台北市政府来，你不觉得很荒唐吗？我觉得这完全是一个不公平的事情。给你那么多钱，你也不知道要做什么事情，然后现在再修法，要再给台北市更多钱。那这些钱到底要干嘛？来，四哥，我觉得好像民进党议员不太希望台北市有比较多的资源。不是，我觉得从头到尾，我的介绍讯就是民进党议员觉得台北市钱好多，但你钱到底要做什么？不要给我，我要还给中央。不是，大家感觉是民进党议员不希望台北市有更多的资源。那你知道411亿要干嘛吗？第二个，到底是不是411亿？你回答目前为止411亿。到底是不是411亿？到目前还不知道，是真的，因为主机长说他还要复议，然后再来行政有自己的版本。那我现在讲的是，为什么在去年底、今年初，行政院就不提自己的版本，甚至民进党的立法委员都希望当时行政院就有自己的版本。这是第二。再来第三个，如果按照行政院目前版本来看的话，台北市会受伤最重。所以受伤最重。那我觉得民进党的台北市议员要不要帮台北市争取更多的经费福利预算？那如果按照这样的版本下去的话，那台北市未来很多的事情要自己来处理。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大家要拿定立场，就是我希不希望看到我自己的县市有更多的资源用于日后改善，说什么呢？第一个，改善旧校舍。再来第三个，如果按照行政院目前版本来看的话，台北市会受伤最重。所以受伤最重。那我觉得民进党的台北市议员要不要帮台北市争取更多的经费福利预算？那如果按照这样的版本下去的话，那台北市未来很多的事情要自己来处理。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大家要拿定立场，就是我希不希望看到我自己的县市有更多的资源用于日后改善，说什么呢？第一个，改善旧校舍。蒋万安讲了，台北市现在很多的学校，国民中小学是什么时候盖的？40-50年前盖的，防震系数不足，有的还是海砂屋，它需要大量今年投入新校舍的改建。未来这400多亿的钱就可以第一步用到这件事情。蒋万安也承诺要第一这个建要做这个啦。难道民进党的议员反对改建新校舍？如果反对改建新校舍，讲大声一点。讲大声一点哦，大家都听得到。没有反对啊，那蒋万安先告诉大家嘛。钱常以来，如果台北市有多的钱，我觉得我要先回答一件事情哦。刚刚讲说这个台北市是不是多411亿，是不是已经确实？这是确实的，因为中央已经发公文给台北市政府了。那其他县市有没有？包含桃园、包含新北，全部都编到今年的预算送到议会去做审查了。但是蒋万安411亿不知道要做什么。所以送不进来啊！你刚刚讲的说这个要修老旧校舍，我告诉你，在台北市议会，我们全员都支持，甚至希望蒋万安能够加速。你知道蒋万安现在1年只做几间的校舍，老旧校舍的这个更改吗？只能做2到3间呢，1年呢。
一年只能做2到3不间的，而且陆校长还用这个平均地权基金去做，然后再来编预算。来，没有，那个这个全部都是中央补助给地方的所谓的地方教育基金。没有，我们有小学就是按照就是用平均地权基金去改建的哦。那个平均地权基金一定有它适用的一个标准哦，所以我觉得不要颠倒是非。那如果有预算不是很好吗？你411亿，我要讲的411亿，8月底的时候，中央就发公文给台北市政府，但台北市政府完全没有办法规划出来到底要做什么。那如果再修法，再把更多的钱给台北市的时候，台北市到底要做什么？蒋万安知道吗？来，伟航，来1分钟。中央的地方，不要讲中央地方，光一个地方，那同一个市里头，你看大家就已经这样子了。对，那的确了，蒋万安确实是没有编啊，400亿他是没有编啊，所以他这个跟其他地方最大的差别，为什么没有编会是个问题？因为国民党之前在立院就骂民进党你没有编嘛，就是这相关的东西你也没编，所以这是无限轮回啊。我都比如说现在大家都是因为大家各自都搞不太清楚到底要多少钱，但重点是拿解决方案。现在行政院他有提一个新的版本出来，那这版本国民党要不要处理？会不会说这个版本的钱啊更多？但是如果你不过这个版本，行政院看起来那1000多亿的地方的一般补助款可能就是会砍了。那你地方也是要有因应态度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补的部分啊，北市可能是相对其他直辖市做的比较慢的哈，是不是要赶快把它补上去？不要到时候真的就像那个之前像台中卡的说，我们这捷运的钱怎么办？就是没有进来，所以这个方面就是，如果真的2026选举很重要的话，这个必须要优先处理，钱发下去才会务实。来，最后1分钟。其实我想这个问题一般民众不太能感觉到，他不会细节一般来念不懂，对，因为他不是普发以外嘛。但是这个课题，我觉得它对台湾未来的所谓的财政，尤其中央地方财政的这个负担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当然。那如果今天在野党修了一个版本，那执政党不愿意配合，那接下来会朝什么方向走？那就是继续吵架。所以我觉得比较好的方法真的是赶快好好的这个召集一下这个朝野政党，如果蓝白可以合作，这坐下来好好谈。我觉得其实朝野3方也可以好好针对这个议题讨论出一个比较合理的共识。因为现在已经有一个声音说，是不是要针对财划法要召开一个总统要不要召开一个国事会议？大家把这件事情，其实如果国事会议大概有太多事情要谈，可是财划法眼下大概跟所有的国计民生你我之间都会有关系。那中央跟地方，包括立法院跟行政院之间，未来到底会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你的收看，谢谢我们对面，我们明天见，拜拜。